觉就像朋友一样。厨房里的笑声特别忙，镜头记录每个好时光，香气飘进每个人心房。大家好，又是我肥肥。今天我要来分享海鲜羹的食谱。看完这一集影片，你就能轻轻松松做出好吃的海鲜羹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，请订阅我的频道哦，你们的订阅就是我坚持的动力。每逢星期一、星期四都会有视频更新哦，请多多关注。我们先来看看海鲜羹里有什么调味料。蚝油1汤匙半，酱青1汤匙，麻油1/4茶匙，鸡精粉2茶匙，白糖1茶匙，胡椒粉1/4茶匙。为了等下不手忙脚乱，我们先把调味料混合均匀。我们把胡椒粉、鸡精粉、白糖、酱青、麻油还有蚝油全部混合在一起，然后把它们搅拌均匀，就可以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来处理一下海鲜。这个虾我已经把它洗干净，去了壳，去了肠。因为我的虾比较大只，所以我把它剪成一小粒一小粒的。如果你们用的虾不是很大只的话，不要切也是可以的，放整只当然会比较美咯。鱿鱼也是一样，我已经把它处理干净了，我们把它剪成一圈一圈就可以了。如果你们用的是那种小小只的鱿鱼，不要切也是可以，放整只会更可爱哦。一只一只的鱿鱼在海鲜羹里游泳哦。生蚝呢，我们可以撒上适量的马铃薯粉，不需要很多啦，放一点点，我们把它裹均匀，然后我们可以淋上一些油，把这个马铃薯粉锁着。放了马铃薯粉和油，可以把生蚝里的水分锁着，等下煮好的时候，它就不会缩水，缩到太小颗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海鲜羹里所有的材料。生蚝80克，鱿鱼105克，鲜虾56克，蟹柳2条，大概32克，紫菜2克，红萝卜丝30克，香菇丝20克，姜丝11克，鸡蛋1粒，已调好的调味料，熟粉水适量，清水1000 ml， 香菜适量，蒜米红葱酥也是适量，黑醋也是适量。我们把清水倒入锅里，然后我们等水煮滚。当这个水开始要滚了，我们就可以放入姜丝、香菇丝、萝卜丝、蟹柳也可以一起放下去。我们可以搅拌搅拌一下，然后让这些材料煮一下。我们要等这个汤头再次的煮滚。汤
汤头煮滚后，我们就可以把虾、鱿鱼还有生蚝放下去，紫菜还有调味料也可以一起放下去。我们可以搅拌一下，等这个汤头再次的煮滚。因为海鲜不需要煮很久的，煮一下它就会熟了。所以等汤头煮滚后，我们可以试一下味道。如果味道觉得 OK 可以了，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已经调好的薯粉水慢慢的加进去。加入薯粉水的时候，记得要一边加入就一边搅拌，只要你们调到你们要的浓稠度就可以了。接着我们就可以把火转小，然后慢慢的把鸡蛋倒下去，让它形成蛋花。鸡蛋一倒下去过后，不要马上的搅拌哦，我们要让鸡蛋开始凝固了，我们才慢慢的搅拌，这样蛋花煮出来才会漂亮。当海鲜羹再一次的煮滚，我们就可以关火上碟了。上桌前，我们可以淋上适量的黑醋，撒上适量的蒜米红葱酥，还有香菜，一碗热腾腾的海鲜羹就完成喽。吃海鲜羹前，先来个温馨提示吧。海鲜羹里的所有材料和调味料都可以自行调整哦。放自己喜欢吃的食材，调到适合自己的口味。海鲜是很快熟的食材，所以不需要煮太久。我们在煮海鲜羹时，薯粉水要慢慢的加入，一边加入就一边搅拌，这样海鲜羹煮出来浓稠度才会刚刚好。要煮出漂亮的蛋花，鸡蛋一定要小火绕圈倒入。当鸡蛋稍微的凝固，我们才轻轻的搅拌。海鲜羹上桌前加入黑醋、香菜和蒜米红葱酥，会更香更好吃。至于要放多少，你们个人喜欢。下课，吃海鲜羹喽！完成喽！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，海鲜羹。海鲜羹是一道经典的中式浓汤，以鲜虾、鱿鱼、蚝、蟹柳、香菇等丰富海鲜食材，搭配高汤慢火熬煮，再加入蛋花和薯粉水勾芡，让汤头呈现浓稠顺滑的口感。每一口都充满浓郁鲜甜的海鲜风味，层次丰富，暖胃又满足。无论是家庭聚会还是宴客，这道营养丰富、鲜香四溢的海鲜羹都是广受欢迎的美味佳肴。今天的海鲜羹非常的成功，食材丰富，做法简单，3-2下功夫就能煮出一碗鲜甜可口、暖胃又好吃的海鲜羹。汤头一定要调到刚刚好的浓稠度，不可以太稀，也不可以太浓稠到一团一团的，这样汤头喝起来才会顺滑。海鲜羹里我放了鱿鱼、鲜虾、生蚝、蛋花、香菇，还有一些蟹柳、萝卜丝、紫菜。上桌前再撒上一些醋、蒜米红葱酥，还有香菜。这一碗食材满满的海鲜羹，怎么可能不好喝呢？海鲜羹里的所有食材和调味，你们都可以自行调整哦，调到适合自己的口味，放自己喜欢吃的食材。今天的海鲜羹成功，大家对我们今天的分享满意吗？满意的话，请帮忙点一个赞，
还有多多把我们的视频分享出去哦。看了视频，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喜欢我们的频道，可是又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们，请帮忙订阅一下哦。分享食谱与美食，轻松在家做料理。希望我们的分享可以让大家轻轻松松做出美味料理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大家记得要帮我们点赞、留言、订阅和分享哦，谢谢大家。厨房里的笑声特别忙，镜头记录每个好时光，香气飘进每个人心房。快乐料理其实很简单，厨师菲菲负责教学，摄影师菲菲负责拍摄，一边蛀牙一边分享快乐，让